直到那个扶不起的阿斗统一了三国，诸葛亮才终于明白眼前的刘禅是假冒的。如果眼前的刘禅是真的，老子的孔明灯早飞到太平洋了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你穿越成突生重病的阿斗，但是却发现自己的智商只有20。就在你唉声叹气时，脑海中响起一个声音：叮，名将系统激活，宿主基础能力：智力20，武力20，统御力0。宿主见到三国时期将领，可获得技能点。很快你接受了这新身份，怀着好奇的心情，你走出卧房想看一看这个新世界。拐过几处行廊，你听见一阵交谈声，举目望去，远远的看到2个人并肩前行。丁见到三国名将刘备、诸葛亮，增加20技能点。刘备武力141，智力123；诸葛亮武力80，智力148。你两眼一黑，什么鬼？怎么诸葛亮居然比自己聪明7倍，甚至武力也是自己的4倍？难不成刘禅真在长坂坡被摔憨了？不行，我得尽快去见大量的三国名将拿技能点，要不然将来我一定会被自己蠢死。想罢，你急忙朝着身后呼喊：那个谁谁谁，你过来！一个小宦官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，道：世子有什么吩咐？现在是什么年份？什么月份？那宦官脸色一僵，心道：世子生了此病，越发蠢笨了。心里如此想，但是嘴上答道：如今是建安24年9月初5。你闻言一愣，心里悲鸣：我的天，已经建安24年了，刘备都晋为汉中王了。这么说来，吕布典韦周瑜、庞统等20几个名将早就下地府了，而且关羽还有3个月就要归西。曹操、黄忠、夏侯惇好像不久后也要死去。我平白无故损失了多少技能点啊！不要名将啊，尤其是关羽同志，你们慢点死，至少等我见你们一面再死。你忍不住垂泪，低声喝道：关羽、张飞、黄忠这些自己人，近期一定要见到。曹操、吕蒙这些敌国的人，也尽量见上一见，再不见就没机会了。听着你的碎碎念，跪在地上的小宦官听得瑟瑟发抖。世子都说了些什么？诅咒将军和尚书令去死。小宦官颤颤地道：世子慎言，慎言啊！你闻言一惊，怎么会这样？自己竟然这么蠢，居然把心里想的直接说了出来。系统这么厉害吗？竟然真的在压制我的智商。想到这，你看着小宦官道：刚才我说的话，你一个字都不准说出去。小的明白。你满意的点点头，笑盈盈地道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的黄浩。黄浩，阿谀献媚，谄佞误国，祸乱朝纲的那个宦官。你惊呼道。黄浩闻言身体抖得更加厉害了，这是欲加之罪啊！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世子难道要杀我？你开口说了一句：你以后就留在我身边吧，我好好教你做人。谢世子。皇后止不住磕头称谢，满心苦涩。若世子来教导我，那不是蠢妈给蠢开门，蠢到家了吗？你不知道皇后的父妃默默思考了3息，就此驻足，并没有上前与刘备和诸葛亮打招，而是快步返回卧房，凭空打开系统面板，把20个技能点一股脑的加到了智力上。丁加点成功。刘禅武力20，智力40，得尽快想办法会见各路名将了。现在是建安24年，那建安24年的大战是关于北伐和吕蒙偷袭荆州。这一战后，蜀汉彻底失去了荆州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想到这，你大喊道：我要救关羽，守护荆州，更要增加技能点。我得去找刘大耳谈谈，把关羽马上战败、被杀、荆州失守的事情分析出来。到时候他不论重不重视，都应召集众将领讨论，那样我便能见到一大群的名将，技能点大涨。哈哈哈！我要变聪明变威武啊！父王，孩儿这就去给您献策。你高喊，推门而出，穿过整个汉中王宫，见到一对一对的守卫士卒，脑子中不断响起系统声音。见到三国普通将，一路竟然积累了24个技能点。看着自己微胖的肥硕身体，一狠心将技能点加到了武力上，希望武力高了，身体会由虚胖变成强壮。丁加点成功。刘禅武力44，智力40，你瞬间感觉身体涌出很多力气，肥硕的身子肉眼可察的缩了一小圈。很快你来到了刘备的议事厅前，结果被守卫拦住。世子，主公正与尚书令、军师等在军议，请世子稍后再请安。你摆手大声道：我不是来请安的，我是过来参加军议的。守卫正色道：世子未得主公传召，任何人不能妄自参与军议。你也正色道：本世子有重要的事要给父王说，关系到荆州安危，前将军身死，你速速去通报。守卫严肃道：世子恕卑职不能放行。看着守卫丝毫不容商量的神色，你微微摇头，准备先回去再想办法。谁知此时屋内传来一个声音：是谁在屋外大呼小叫的？守卫闻言连忙回答：是世子要进去请安。屋内刘备听到自己儿子在门外，有些诧异。要知道前些天阿斗一直生病难以下床，今日竟然要来请安，想来今日身体恢复了些，能下地了。第一时间便过来给我请安。阿斗这孩子真是智孝啊！刘备倍感欣慰，让他进来吧。守卫得令开门放行，你欣喜不已，几步就冲了进去，用极快的速度扫视屋内众人。只见除了刘备、诸葛亮，还有4人并肩站在一幅地图前。丁见到三国名将法正、刘巴、赵云，普通将领杨仪，宿主增加31个技能。听到系统的声音，你脸上浮起一抹喜色。在刘备看来，这是儿子见到自己后发自内心的喜悦。他走过去，双手按住阿斗肥硕的肩膀，拍了拍，深情的道：看来吾儿身体无大碍了，只是稍稍清瘦了些，脸也小了，不过比之前耐看了。你正了正色道：父王，儿臣完全康复了，好
好啊，吾儿既然来了，就听听几位先生的高论，了解一下荆州、巴蜀、汉中等地的形势。你一肚子话要说，但知道此时不是开口的时机，便站在刘备身侧静静聆听。法正等人见你不言语，便继续刚才的话题，从汉中官员任命征伐、汉中军队的回调和安置，再到关于北伐的军情、荆州益州防御和治理，论述了个仔仔细细。刘备见你听得仔细，还不住的点头，很是满意，有意考笑一下，便开口道：吾儿，诸位先生说了很多，你可听懂了？回父王，儿臣大约听懂了。那你说说懂了些什么？你很自信的上前一步，指着荆州几个城池朗声道：这个那个。你哼哧了半天，没有说出句完整的话，摸了摸自己的大脑袋，发现自己满脑子的想法，竟然一个字也说不出口，心里惊道：难道是智力太低，使这具身体的嘴巴无法表达出我心中的想法？这一着急，你瞬间满头大汗。众人见状暗暗摇头，就算是个7、8岁的孩子，听了这半响，也该说出个1、2、3。世子竟然只会说这个那个，还传闻果然是真的。世子之志近乎妖啊，妖吗？智力方面自然比人差远了。刘备看你如此，尴尬一笑，解围道：儿啊，你第一次接触这些不懂很正常。你将众人表情看在眼里，知道大家把你当成了傻子。你急忙回复道：父王，稍等片刻。说完便打开系统面板，将新得到的31个技能点都加到了智力上面。丁加点成功。刘禅武力44，智力71，宿主总点数达到100，获得饲养加成功能，饲养能力10。众人看着你胡乱摆弄手臂，更显痴傻，不禁一脸黑线。你调完智力点，大脑更灵光了，甚至前世看的一些有关三国的电影、书籍和论文，都从尘封的记忆中提了出来。你脸上瞬间布满自信。父王，我刚才想说的是，您现在坐拥巴蜀、汉中、荆州3地，其中巴蜀据一手南宫之地，抱肥沃之田，粮草充足，是完美的大后方；汉中前空6路之师，后据巴蜀之粟，左通荆襄之财，右结秦陇之马，必须控制在自己手里；而荆州北据汉江之险，南拥南海之财，东连吴越，北接中原，人杰地灵，是中兴汉室之根本。诸葛亮、法正等人闻言后微微点头。世子这一番言语很有战略眼光，若是一般文官提出，算是正常能力，但如今是世子提出来的，这就有些让人惊喜了。毕竟世子才14岁，有如此战略眼光，算是早会了。但是你话锋一转，朗声道：汉中3成人口随张鲁迁走，曹贼又掳走3成人口，如今的汉中人丁不旺，需要休养生息很长的年纪。巴蜀乃天府之国，四面环山，安逸至极，坐镇成都之将终将被磨去锋芒，死于安乐窝中。最后是荆州，目前被曹贼孙仲谋和父王分别占领，情况复杂，敌我难分。建安13年火烧赤壁后，曹贼在南阳郡的襄阳陈兵，牢牢控制了荆北4郡。曹操撤走后，周公瑾打赢江陵之战，在江陵驻兵掌控南郡，控制荆州中部。父王则趁机夺下南荆州的长沙、贵阳、零陵和武陵。后来卢子敬用南郡跟父王换走了江夏，看似是为了联盟，其实是为了减轻自己军事压力，让父王顶在抗击曹贼的最前线。后来更将此事诡辩惩戒荆州，因而至今让我们归还荆州，实在气人。杨仪忍不住插嘴，世子的意思是说，主公不需要归还荆州个郡了？你看白痴一般看了他一眼，父王自己打下来的城池，自然不用归还，那南郡呢？杨仪又问。你大气凛然道：我父王凭本事用江夏换来了，哪有还的必要？杨仪闻言也不再说话。见杨仪不再插话，你继续道：后来孙仲谋派吕蒙偷袭，攻占了零陵、贵阳和长沙。前将军顾忌北方防线，父王在汉中大战正酣，不便派军在荆南硬拼，只好与孙仲谋谈判，以湘江为界，分而治之。终我们只拿回了零陵，失了贵阳2城。由此可见，孙仲谋狼子野心，随时会咬下我们一块肉。故此我说荆州敌有难分。诸葛亮闻言心里猜测，是谁教给世子这些的呢？此人必定大才，必须重用。他将成都有些才干的谋士想了一圈，也没找到对应的人。你忽觉屋内落针可闻，下意识环顾一周，见众人沉思，无人打扰自己，知道自己说的成功，引起了他们重视，信心大起，继续说道：如今前将军正率军攻打襄阳，据说已经生擒于禁，斩杀了庞德，即将拿下襄阳，似乎势如破竹。然曹贼不会坐以待毙，让自己老巢暴露在我军铁蹄之下，必然派出援军奔赴襄阳，同时联系孙仲谋，前后夹击前将军。如此一来，前将军压力倍增，失去锐气，叠加孤军深入，后继无力的情况，可能在南有大的战绩。此外，荆州精锐兵马尽在襄阳，后方实力空虚，东吴那位老伙计精明得很，定会趁火打劫，越过湘江偷袭我们的。你顿了顿，一脸郑重地道：父王，儿臣认为如今的上策，应是迅速派出2支骑兵入荆州，一支直奔襄阳，协助前将军攻城，另一支奔赴湘江、长江驻守，防止孙仲谋背后插刀。你说完，静静看着刘备集团的几个顶级谋士，不再言语。几位谋士则一脸震惊。对于曹操派军支援，派说客去东吴策动孙权偷袭的密报，是昨天送到成都的。法正、刘巴、杨仪3人也是昨晚知道的，也因此是被召集到这里商讨。此等机密，整个成都也就他们6人知道。按理说世子绝不可能了解详情，那你为何如此精准地说了出来？难道是自己推断出来的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法正想了想，眼神一亮，皱起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。想来是主公把这件事说给世子的，刚才那些话估计也是特意教的。主公这是有意让世子崭露头角，逐渐接触朝政了吗？诸葛亮有一下没一下的摇动羽扇，在心里点卯，是谁把密报透露给了世子，还教世子说出如此长篇大论？刘备则收回看你的眼神，转而深深地看了一眼诸葛亮，是军师提前知会你的，并教了这些说辞，难道军师有意让你参政？赵云、刘巴和杨仪则钦佩地看着你，一脸心悦诚服。刘备打破沉寂，对诸葛亮问道：诸位怎么看？诸葛亮闻言收回思绪，恢复云淡风轻的气质。世子能推测出曹贼动向，看出孙仲谋那边的风险，确实聪慧。然无
中谋士极多，10大体制分寸，孙仲谋有他们辅佐，正常情况不会轻易出兵。我认为只要曹贼不再襄樊取胜，东吴不会有所行动。更重要的是，蜀中大军刚刚从汉中凯旋，尚未休整完毕，贸然出兵必然有失。诸葛亮没有支持你的计策，是为了将你身后的人逼出来。你若真是大才，必要重用。现在只要此时有人反对自己，说出和你相似的计策，8成就是幕后之人了。刘备则诧异地看了一眼诸葛亮，军师如此态度，难道不是军师授意你的？法正看着刘备的脸色，心中更加断定，果然是主公有意推世子参政。这个孔明怎么如此看不透？世子说要派出2支精兵，那肯定是主公的意思呀，你顺着说不就行了？做甚唱反调？你不卑不亢地看着诸葛亮，朗声问道：“如军师所说，我父王应该如何应对？”诸葛亮见皮球又踢了回来，轻描羽扇：“世子之言不无道理，可送信给云长，令其继续猛攻，破曹操援军，使曹贼胆寒，不敢继续增兵。同时提醒云长、子方等人仔细防范。孙仲谋审时度势后，自然不敢轻易偷袭。世子所说之危举，解矣。”诸葛亮依旧不说派兵之词，将目光扫向众人，你白眼一翻，腹诽道：“军师误矣，你有些急。”大声道：“孙仲谋狡诈善变，贪得无厌，怎会放过如此良机？我认为他必定会先曹贼一步，派大军渡过江偷袭。”法正见你如此肯定，越发确定是刘备授意，上前一步道：“吾认为世子所言极是。孙仲谋此前已经偷袭过荆州，盗走贵阳2城，如今必然故技重施。我同意世子出兵的计策。”刘备和诸葛亮闻言，不约而同地看了法正一眼，原来幕后之人是你啊！若是孝直的意思，那就明了了。望传圣意的法正不知道自己躺枪了，继续说道：“即便东吴暂时不准备出兵，我们出兵入京也是未雨绸缪，震慑东吴，更可以成为前将军的强大后盾。世子之谋乃上上策。”诸葛亮已经明了事情真相，起了考笑之意，对着你道：“蜀中军士征战1年余，甚为疲劳，这种无意义的出兵不利于士气，更会破坏吴方和东吴的关系。而且前将军早年温酒斩华雄，轻易杀文丑，过5关斩6将，如今水淹魏兵，威震中原，拿下襄阳轻而易举，即便不能扩大战果，在襄樊站稳脚跟也是10拿9稳。如今荆州谋士众多猛将不少，兵力充沛，且有刘封、孟达在西侧上庸照应，完全不需惧东吴。”你闻言心道：“刘封性格刚猛，气力过人，早年随赵云、张飞等扫荡西川，颇有战功。如今他统领孟达坐镇上庸。”诸葛亮说他是关羽的后盾，倒不是错误，但历史上刘封以上庸3郡占领不久，不敢轻易离开为由，拒绝出兵援助关羽，导致其战败惨死，自己怎么能让历史重蹈覆辙呢？可是刘封毕竟是刘备的义子，一直都是忠心耿耿，我该怎么说呢？法正听诸葛亮口气有些错愕，心惊道：“孔明怎么如此坚决？其中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吗？”诸葛亮则目光锐利，心道：“法正前辅佐主公入川，后有汉中之战的功勋，现在主动教导你，果然是忠心耿耿之臣，有他在侧，是主公之幸。”你尽了尽心道：“非也。首先荆州虽然有很多谋臣武将，但大多在襄樊前线，南郡腹地人数稀少且分散，若东吴背信弃义而来，恐难抵抗。再者，上庸3城心定，人心不稳，若是突然撤走大军，万一地方宗族又一心，必然反叛。倘若荆州有变，上庸之兵将进退维谷。其3，蜀中之兵虽然疲惫，但抽出一些人马东去，并不妨碍休养生息，却可以保荆州安宁，何乐不为？”诸葛亮闻言，突然觉得你说的不无道理，仔细分析其中厉害，潜意识里已经将你当作同等级的谋士来看待。刘备见众人争执不下，一时间难以达成共识，开口道：“吾儿思维敏锐，眼光独到，为父甚是欣慰。然你身体刚刚康复，不宜过多思虑，先回去休息吧。此事我会和军师好生商议的。你一致怎么？”刘大耳朵的意思就是你说的不错，不要再说了，滚远点。人家逐客令都下了，你不好赖着不走。只希望这几个谋士好好讨论你的计策，救回关羽，保住荆州。更重要的是，一定要念在自己今天的表现，让自己参加规模更大的军役。你依次行礼，退了出去。法正见你走远，稍一思虑，开口道：“主公，世子聪慧，见识不凡，臣建议让世子上朝堂参政。”诸葛亮闻言笑道：“主公，世子确实早慧，吾赞成孝直的建议。”刘备闻言看向其他人：“你们觉得呢？”屋内众人随即针对出兵入京和世子入朝2事展开了讨论，而被谈论的主角早已经回到卧房，拿起书架上的《春秋》《六韬》《诗经》等书籍翻了翻，又丢回去。古代太无聊了，一点娱乐项目都没有，你百无聊赖。再一次屏退侍从婢女，单带着黄皓到外面随意观景。不多会，路边草丛中跳出一只蟋蟀，黄皓见了提醒道：“世子，看那只蟋蟀比您平日玩的都壮硕，小的给您捉回去吧。这有啥好玩的？世子不是最喜欢逗蟋蟀了吗？小的这就给你去捉。”黄皓不等你吩咐，已经扑到草丛中。你看着专心捉蟋蟀的小宦官，心道：看来这黄皓虽然聪慧，但更擅长讨好人啊。不过也对，能成为刘禅的宠臣，怎么能没这个天赋呢？远处2个穿着得体的女子路过，远远看了过来，一个女子面露不悦，开口道：“切，又在捉蟋蟀，玩物丧志，这蠢胖阿斗真是让人无语。”姐姐这话不对，世子仁厚至孝，性情温和，只是尚且年少爱玩了点，怎么能说玩物丧志呢？英英，汉中王把你许配给他，你自然要向着他说话。张英英听他这么说，脸色不禁布满红霞。凤姐姐，哪有这个事情？你胡说！关凤看他害羞，一脸不理解，神经大条地道：“你脸红什么？在汉中时，大王和你父亲就把亲事定下来了，你将来就是世子妃，多么正常的事，这有什么害羞的？”张英英闻言脸更红了，想了想，反击道：“姐姐还取笑我？我可听说东吴派人去荆州提亲，求娶姐姐呢。”关凤嗤笑，妄想！我父说了，虎女焉能下嫁犬子，我是不可能嫁给孙登的。前将军拒绝东吴的事，张英英也听说了，自己心里觉得关羽做的欠妥，但自知是后辈，
备，又是个女子，没资格置评，便没有接话。他下意识看了看你的方向，心里一羞，惊呼：世子看过来了，快走！话罢，拉着官凤便向汉中王后吴氏的居住走去。你早已经察觉到这边的声音，远远的看过去，只见有2个妙龄女子交谈，却听不清楚。刚想上前搭讪，人家便走了。丁见到3国普通将领，官凤张茵茵增加2个技能点，官凤武力130，智力52，张茵茵武力50，智力118。你听完系统播报，忍不住吐槽：这是关羽和张飞的女儿，他们来王宫做甚不对？他们也算将领吗？这系统行不行？太不严谨了吧！黄皓闻言，自告奋勇地解释道：世子，他们却是前将军和右将军的长女，不是将领。今日入宫是向王后请安的。还有系统是谁？不过不重要。既然世子说他不行，那系统肯定不行。你看着这个宠臣很是无语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惊呼：张飞的长女，那不就是我未来的媳妇？黄皓想笑而不敢笑，没有回话，转了个话题，捧着蟋蟀献宝似的说道：世子，您看这只蟋蟀多么壮硕，称得上蟋蟀中的上将了。起开，别挡我看媳妇。我媳妇的身段还是很不错的呢。父王算是办了个好事。世子，未来的世子妃确实美若天仙，关小姐也才色出众。黄皓顺着你的话赞美，而后再次举起蟋蟀。这只，你闭嘴，老子一点不喜欢斗蟋蟀，你回去把所有虫子都扔掉。你呵斥完黄皓，低头想了想，在王宫随便逛逛都能见到将领，我为何不去城中走走呢？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。得知你想要去成都街头走一走，黄皓兴奋起来。世子不喜欢蟋蟀了没关系，只要还有个爱好就行。他当下领着你回到居所，唤来婢女仆从，为出行做准备。你便看到一众仆人打水烧火，置办浴桶，收拾衣物，要为你沐浴更衣，更有马夫备车，士卒列队，整个院子忙得不可开交。顿时一脑门黑线。小耗子，我准备自己出去走走，不用整这么大阵仗。黄皓闻言一愣，自己什么时候叫小耗子了？硬着头皮答道：世子尊贵，怎么能独自前往？这么大一个阵仗，又是马车又是卫兵的，我走个屁啊！你选几个得力的侍卫，远远跟着我就行。世子的喜好就是黄皓的行动指南。开心道：小的遵命。那走吧。世子出王府怎么也得沐浴更衣的。哎，麻烦不多会，你享受了一次权贵的生活。你在4个妙龄婢女的服侍下，强忍着起立的火气，安安静静的洗白白。浴后起身，婢女给你擦拭水珠，由里到外帮你穿上华丽的服装，梳好头发，穿上鞋子，跪在一旁恭请世子出门游玩。当你迈出汉中王府大门，回首看了一眼，几个侍卫恭恭敬敬，心有感慨：万恶的封建社会啊，端地势妙。汉中王府是之前刘璋的益州幕府，成都最尊贵的地方。王府外侧是高官和门阀的居所，各种亭台府邸建得相当华丽，但是行人不多，百姓更是几乎绝迹，很没有烟火气。你前世本就去过各种古城旅游，看惯了更为华美的仿古建筑，如今对这些失去烟火气的古建筑反而提不起多少兴趣，再加上见不到什么人，没有加点的可能。你当机立断道：这边没意思，我们去小城那边走走。黄皓闻言忙道：世子，这边虽然没什么玩的，但再往北走2条街，便有酒楼茶肆，还有章台，您可以尽情去玩。倒是那小城中又脏又臭，尽是些市井之人，不懂规矩的很。世子还是……原来成都城分为秦朝修建的大城、小城和汉武帝时修建的外城。大城居住的尽是官宦，外城和小城多为走卒百姓。你知道章台就是青楼，也有心去见识一下，但此时还不是时机，自己有太多事情要做，有太多将领要见，故此理都不理黄皓，自顾自的抬步向着小城方向走去。黄皓见主子突然走了，明显一滞，随后谄媚一笑，迅速跟了上去。主仆2人一前一后，一路悠哉悠哉，穿行于青砖红瓦，很快到了大城城门处。守城士卒见来人穿着华贵，一脸富态，身边的少年仆从衣着也很精美，知道是大人物，一不上前问话，二不伸手阻拦，揭露出和善的面容。正与走进城门的你明显一愣，随即停下脚步，扫视众士卒，心道：想不到这几个门卫中竟有3个普通将领，让我轻易得了3个技能点。如果今后有缘再见，倒是可以提前提拔一下。士卒见贵公子目光锐利，扫视自己，皆挺直腰板，这弄不好就是一个一飞冲天的机会。你不想引起过多注意，便收回目光，继续前行。几步穿过城门，看着小城的人来人往，听着渐渐嘈杂的喧闹声，你感受到了独属于市井的烟火气。这成都小城在刘焉、刘璋父子2人的经营下，还可以吗？挺热闹的，希望可以见到几个未来的将领。黄皓警惕地看着四方，紧张地上前一步，几乎贴住你，眼里全是戒备。远远跟在你们身后的2个侍卫也迅速靠近了些。你饶有兴致地游走在城中，看着百姓叫卖盐巴五谷，展示干柴麻布，也不问价，仅仅是走马观花，急于寻人。可惜逛了大半天，没见到任何一个将领，你很是失望。看来在这个时代，平头百姓里几乎不可能出人头地，纵使应召入伍，到了战场也就当个炮灰了。你一叹气，调转方向，准备返程，突然被街角的一个小摊贩吸引住。黄皓很快注意到你的神色，目光随着转移，便见到一个卖鸡蛋的小贩，关切问道：世子可是饿了？小的这就引您回大城，那边有个酒楼，名为蜀一醉，起开。你一把推开堆满惨笑的脸，大步朝着小摊贩走去。那小贩见一个华服胖子向自己走来，有些激动，又有些害怕，他不会来抢我鸡蛋吧？小哥，你蹲下，拿起一个鸡蛋问道：你这鸡蛋多少铜钱一筐？多少钱一筐？小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别人问价都是问多少钱一个，这位贵公子果然贵气十足，鸡蛋都是论筐买的。公子，如果您都要了，150铢钱就可拿走一筐。小耗子，你打了个响指，都要了。黄皓闻声而动，自怀中掏出一串5铢钱，数了数，交给小贩。小哥，你又道你能每天都卖给我一筐鸡蛋吗？还不等小贩回答，黄皓开口了，胡扯道：是公子，乡下人贫苦，这些鸡蛋8成攒了1年半载，
的，每天都拿出一筐鸡蛋，恐怕有些难为他了。小贩闻言有些着急，似乎生怕丢了大生意，大声道：“公子，每天一筐不行，5天一筐没问题。你来了兴趣，你的意思是去亲朋好友家收购，再卖给我？不，我家养了一整山的鸡，每天都下很多鸡蛋。”你闻言眼睛放光，在现代社会开办养鸡场稀松平常，但这可是三国时期，居然会有人会大规模饲养蛋鸡，你可不要诓我！不敢。半年前，我家的一只母鸡不知为何突然开始持续下蛋，持续爆窝，小鸡一窝一窝的出，到现在已经200多只母鸡了。你闻言只信了一半，转头道：“小耗子，你找个人跟着小哥回家看看，如果真如他所说，就把他的家和他家的鸡都买下来。”小贩闻言刚要摆手回绝，又听你道：“把小哥一家也接到王府，我有重用。”小贩脑子轰的炸了，什么情况？王府？刘皇叔的那个王府？他张口结舌，不知所措。就见那个少年跟班向远处挥手，很快走来一个壮汉，耳语几句，壮汉向小贩做出一个请的动作。小贩既惊又喜，如果真能进入刘皇叔的府邸，纵使不是，仅仅是个普通的门第，只要肯收留自己一家，那他家再也不用担心徭役、兵役、征粮、征税这些事了。你看着侍卫和小贩的背影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这次偶遇可比遇到一个名将还值得。黄浩不屑地看了看小贩，不解地道：“世子，您为何要接他到王府？这小子看上去骨瘦如柴，没什么力气，干不了什么活的。买的不是他，买的是他的母鸡，买的是他养鸡的能力。你抬头望天，不久的将来，士族每天都能吃上1颗鸡蛋，那身体素质肯定能有所提高。有系统给的饲养能力，加上那个小贩的饲养经验，将来一定能改善军队伙食。”想到此处，你心情愉悦，准备也改善一下自己的伙食。小耗子，我记得你刚才说过什么黍一醉，正是黍一醉的佳肴让人流连，美酒让人忘返。你去过没去过？小的月钱还不够买半盘菜的，那你怎么知道他们酒菜好吃？听别人说的。你一翻白眼，心道：这算是三国时代的广告效应吗？带我去，我要尝尝这个时代的美食。黄浩闻言皱眉，总觉得世子病愈后话语变得很奇怪，边寻思边在前带路。约莫2刻钟时间，主仆2人返回大城，来到黍一醉楼下，闻着店内飘出的丝丝缕缕的香气，黄浩咽了口唾沫。世子，咱们进去吧。店小二见来人衣着尊贵，高叫道：有贵客，请上座。话罢，引着你往2楼走去。你边走边扫视，脑海中不断响起系统的播报。仅仅走了10几步的功夫，竟然见到11个普通将领，全是从没听过的名字，其中竟然有一个幼儿，2个少年，一想便知未来会成为将领。果然是豪族时代啊！一个小小酒楼就见到如此多的未来将军，纵使他们没能青史留名，但是在这个时代，全都是人上人，不是平民能比的。小二很是殷勤，将你2人引到一处靠窗的位置，拿出木质的菜单。黄浩接过，双手递给你：卤肘子、郫县子鱼、望刀鱼、蒸年、胡瓜拌蒜、韭菜炖鸡蛋、青梅酒、九韵酒。这真的是三国的菜，这些菜名好熟悉，我穿越到了一个假的三国吧？你心里震惊无比，不知客官想要吃点什么。小二满脸堆笑，你点了4个菜和1壶青梅酒，心里依旧啧啧称奇。小二施礼离开，你边看着窗外的街景，边回忆这几个菜名，总觉得有些熟悉。想了想，心道：按之前2次加点经验，似乎给增加智力，能记起这具身体和前世尘封的记忆。不知道把今天剩余的点加到智力上，能不能想起些什么？你现在还有16个技能点没有使用，索性一次性加上，做个活体实验。丁加点成功。刘禅武力44，智力87。随着系统的声音响起，你觉得脑子都清明了很多，一些前世尘封的记忆重现在脑海，没跑了。增加智力可以将尘封的记忆提炼出来，前世哪怕只扫过一眼的书籍，略过一瞬的事情都能提炼出来。幸亏一目十行的看过些杂书，要不根本不可能回忆起这几道菜的来源。原来这是曹操所著的《40识志》里的菜名，这本书流通不广泛，后世只保存下来14道菜，碰巧对上了几条菜单里的菜品。这时小二将4道菜端了上来，还附赠了1道汤。我们没点汤，是不是上错了？回公子的话，这是掌柜的送您的。小二说话态度恭谨，话罢离去。你不置可否，拿起筷子品尝了几口菜，又喝了口汤，感觉比心里预期的要好些。毕竟这个时代没有那么多调味料，菜品的味道一定远不如前世，但这几道菜味道还有些滋味，已经很难得了。黄浩给你斟了1樽酒，静静地站在一旁，你浅酌一口，感觉味道很淡，酒精度似乎不浓，还带有一丝酸味，不禁皱起眉头，抬头看了看，笑道：你干看着做甚？坐下一起吃。黄浩哪里敢坐下，小心翼翼地拿了小碟，加了一点菜，轻轻放入口中，一脸的享受，感慨道：小的还从没吃过郫县的鱼呢，真是太好吃了。你闻言心里一滞，郫县的鱼，曹操的菜谱，这个时代书籍和烹饪技术的传播速度这么快的吗？你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深深地看了一眼店小二离去的方向。在你喝了半壶酒后，一个仆从打扮的人匆匆跑了过来，四下瞅了瞅，紧贴着刘禅耳朵，用极小的声音道：世子，王妃请您去他宫中小坐，小的找了好多地方才找到你，耽搁了很长时间了，请您速速回王府。你看着这个仆从有些眼熟，但是不认识。黄浩倒是认识，小声解释：世子，这是王妃身边的宦官，唤作吴使。你点头，吴使还真狂，居然起个大帝的名字。小使啊，你去回复王妃，我这就过去。吴使从未听别人称呼自己小使，很是别扭，但世子如此称呼，自己也不好纠正，毕竟世子身份尊贵，再加上世子可悲的智商，能记住他名字就很不错了，还计较什么？使就使吧，小的告退。你也起身，我们回吧，这里没什么新顾客了，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。黄浩立刻起身，尾随你下楼，随后去付账。醉衣蜀掌柜见了，立即摆摆手，笑着走到你面前，双手递上一个坛子。公子是第一次进店，这顿当小民请了，这是本店用上好的稻米制取30斤，流水5担，精酿而成的九韵酒，全做谢礼，还望公子经常光顾小店。你看着有心结交的掌柜，
会，神色不变，沉默片刻道：“小耗子，收下。”掌柜的，谢了。黄浩接过酒运酒，屈步而去。掌柜看着街角，对店内伙计道：“跟上去，看看他们最终去了哪里。”诺。带上大黄，如果跟丢了，让他寻酒味而去。诺。汉中王府，关凤早已等得不耐烦了，往常向王妃请安都是走个过场，说几句话也就回家了。可这次因为张茵茵的关系，吴王妃似乎打开了话匣子，一聊就是大半个时辰，聊着聊着还要请你过来小聚。张茵茵没有反对，自己也不好丢下她自己离去，三人只好等下去。又过了半个时辰，连张茵茵都开始尬聊了，还不见你过来。关凤实在忍不住了，起身道：“王妃，臣女还要去教场练习骑马，先行告辞了。”张茵茵闻言，轻轻呼出一口浊气，既然关姐姐要走，我和你一起回去吧。王妃强留了二人1个多时辰，很是歉意，抬头看了看门外，依旧不见你身影，无奈一笑，不再挽留也好，天色不早了，再不回去你们母亲要担心了。话罢，起身。关凤二人连忙跟着起身行礼，三人一起向门外走去。正此时，你背负双手，迈着4平8稳的步子走进院子。吴王妃见了，忙道：“世子去哪里了？让我们好等。”你草草行了个礼，儿臣到醉艺署吃酒去了，得到吴使传话，便匆匆赶回来了。关凤看你不慌不忙的动作，撇嘴自语，从没见过这么匆匆赶路的样子。张茵茵则感慨：“世子当真沉稳。”你说完话，将目光转向关凤二人，看着衣装华美得体前凸后翘的张茵茵，满意地点点头，又看了看飒飒的关凤，赞颂了2句诗：“秀色掩金骨，荷花羞玉颜，顾盼移光彩，长笑气若兰。”在场的3个女子皆是一惊，世子这句子好有韵味，早知道回来是见张茵茵，我就在醉艺署继续喝酒了。黄浩跟着你一路小跑，世子您慢点，别累着。咱们这去哪啊？对啊，去哪啊？小耗子，我平时这个点都干什么？黄浩闻言一抽抽，世子越发憨了，回禀世子，往常这个时间点，您是在书房读书，读书挺好，那就去吧。话罢，你按照西书的记忆往书房走去。世子转信了。黄浩摸摸脑袋跟了上去。书房秦密正襟危坐，心道：世子今次要请几次才能来读书呢？想汉中王英雄了得，怎么生了如此痴傻又懒惰的世子？他已经教导你半年有余了，本以为教3、4个月《论语》和《诗经》，便能教授《史记》或者《大学》上书了。谁想世子读了半年《论语》，只背了3、2句。正想着你大步而入，向他行了个弟子礼，坐了下来，信手拿了一本《论语》，自顾自看了起来。对于你主动到书房，秦密很是不适应，见你默默看书也没打扰，只是静静看着反常的世子。约莫1炷香时间，你抬起头，用手指着书问道：先生这个字念什么？秦密扫了一眼，下意识答道：一箪食一瓢饮，在陋巷人不堪其忧。原来是箪，这篆书太难认了。秦密突然反应过来，端起严师出高徒的架势喝道：你才学到开始几句，问这个字作甚？前面的你都会了吗？你无语心道：老子9年义务教育出身，虽然不能背全文《论语》，但还是背过一些句子的。想到这，你把自己前世学过的《论语》背了下来。秦密闻言有些惊诧，虽然世子背错了很多地方，但和之前比起来，如今的进步已经可以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了。敢问世子，您生病这几日，汉中王是否安排新的先生给您教授学业？未曾有。怎么如此问？世子进步神速，让人难以置信，故此发问。是否有高人指点？本世子天资聪慧，不需高人指点，自己看看书自然就会了。看着秦密一脸不信，你装模作样翻了翻《诗经》，随口背了硕鼠蒹葭关雎3首人教版必备古诗文，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。听你如此流畅的背完最后一句，秦密眉头紧皱，心里认定有位高人进了汉中王府，用高超的教学技术将你这株朽木雕刻成功。世子得到高人指点，进步如此神速，看来是老夫愚钝了，再教下去实是耽误世子。老夫这就去找汉中王请辞。言罢，秦密满脸愧疚地向你行了一礼，垂头而去。你直接猛了喊道：先生这是怎么了？这真的不难。秦密闻言走得更快了，很快不见了身影。蜀夷醉酒楼，掌柜看着风风火火赶回来的伙计急问：可看清楚了？确实进了王府。看清了。王府守卫什么态度？很恭敬，如同迎接汉中王一般。果然。掌柜脸上布满激动的神色，给所有人说，今后只要他来蜀夷醉，一定好酒好菜招待。伙计心领神会，小的这就去传话。汉中王府秦密快步离去，你没去追，不是不想，而是做不到。刚刚自王妃宫殿逃出来，几乎用尽了你全部体力，这会儿腿都是软的，根本追不上那个老家伙，只好躺在书房的榻上，边休息边翻看书籍。如今智力87的你，已经堪比朝中谋士了。一盏茶的功夫，便看了一遍《诗经》和《论语》，自语道：想不到这2部典籍传到后世，竟然遗失了这么多。这时一个壮汉走进书房，世子属下将卖鸡蛋的小贩和他家人，连带276只鸡都带回来了。还不等你应答，门外又冲进来一人，是一个宦官。世子大王让您速去见他。你一愣，心道：本来想去看看母鸡，看来得先去看父亲了。见你不动，宦官催促。大王看上去有些激动，不知喜怒。世子尽量快些。你无奈指着壮汉对黄浩道：他叫什么？回世子，此人吕方，字行元，是大王从荆州带来的，前些日子派到世子身边做的护卫，这次和他的名倒是很对呼。你转而对吕方道：行元，你和黄浩一起将那些鸡安置起来，另养鸡小贩好生饲养，等我忙完了就去找他。你又看向刘备派来的宦官：我们走吧。汉兴殿，刘备一遍又一遍地问秦密：我儿真的进步神速？秦密苦笑：大王啊，您已经问了12遍了。刘备难掩激动的神色，哈哈，阿斗这孩子自小就不算聪明，读书一直没什么成绩，加上身体微胖，很难学武，我很是担心他将来如何在乱世立足。今日他先是说出一番出色的策论，又背了这么多书，我高兴啊。秦密张了张嘴又闭上，忍了又忍，最终开口问道：听大王的意思，您不了解世子的学业进度吗？不是您给世子请了高人教导吗？刘备摇摇头：我既然请了先生，您又怎么会请别人？秦密更加疑惑，正要追问，就听宦官通报：世子到殿外了。随即你走了进来，向刘备和秦密行礼，偷偷看他们神色呼出一口气，看来不是要责问我的架势。吾儿为父听闻
你近期较为用功，读了不少书，背出来为父听听。你点头，知道刘大耳朵是在考笑自己。为了能早日进入朝堂，见到更多将领，更为了自己能插手荆州事务，你搜肠刮肚，将前世学的和刚才看过的，诸如《论语》《诗经》《孟子》和其他一些古文，统统背了出来。秦密瞪大眼睛，满脸不可置信心道：“我离开短短时间，世子竟然将《论语》里的错误都改过来了，还多背了这么多。”刘备听得双眼都弯曲，吾儿终于开窍了。他宠溺地抚摸着你的大脑袋，温声温气地问：“这些都是谁教你的？自己看书学的？”你感觉没办法解释清楚穿越的事，也怕说出来有太多不必要的麻烦，只好胡乱应付。这样说来，你上午发表的那些长篇大论也是自己想出来的？正是。刘备闻言死死盯着你半晌，又问：“不曾有人指点过你？”你正色道：“不曾。”刘备道：“此间没有外人，你不必为他们遮掩，能暗中指点你的，定是博学之士，为父是要重用的。确实没人指点我，都是我自己分析出来的。”刘备点点头，脸色微笑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好啊，吾儿不仅长了学识，嘴巴还比原来严了，不是什么都往外说了，比以往沉稳多了，甚好甚好。原来今日军议，法正全程力挺你，几次提议让你参政，刘备已然认定是法正暗中指点你的，而且诸葛亮也很支持你参政。对于众文臣支持你这件事，刘备是喜闻乐见的。另外，朝堂上很多事是看破不说破的，既然是众人暗中支持，那就不能拿到面上来明说。如今见你自己也守口如瓶，明显有了初步的政治素养。刘备很是满意，转头问秦密：“子赤，你觉得以世子如今的学识和见地，可否参政了？”秦密闻言会心一笑：“大王这哪里是问啊，这明显就是授意自己提议世子参政的。世子聪慧见识不凡，早该参政辅佐大王。”刘备很满意秦密的表现，如内经秦密作为你的老师提议，外有法正诸葛亮等人支持，你必然会顺利参政，逐步进入权力中心，为自己分忧。他走至汉兴殿正中，大声道：“好，既然子赤如此说，那明日起便让世子参政。”诺。秦密和你同时躬身回应：“世子有此学识，全赖先生教导，请辞的事情休要再提，今后还望先生继续悉心教导。”秦密听刘备如此说，心里发虚，本要推辞，可见到刘备深邃的眼神，立刻露出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。臣自当竭力辅佐世子。刘备随即换人草拟令旨，你的心思全在那些母鸡身上，见没自己什么事了，便开口告退。去吧，回去好好准备准备，好参加后日的大朝会。你闻言美滋滋，又能大规模加技能点了。汉中王府一处园子，吕方负手而立，颇有些威严的气场。驻守正啊，你现在正式成为王府的人了。世子给你的任务就是饲养好这些鸡，务必仔细，别出什么乱子。黄浩年纪虽小，但是心思老道，沉声道：“世子买了这些鸡，那这些鸡就是王府的财产，你万不可像往常一般散养，要把它们当祖宗，好吃好喝好伺候，别辜负世子对你的期望。”名为驻守正的养鸡小贩缩了缩身子，梗了梗脖子，看着满地的鸡祖宗道：“小的知道了，今后一定好好伺候鸡祖宗们。”黄浩人小鬼大被其手满意地点点头。明日我会找人过来教你规矩，教你礼仪。等世子过来视察时，你可要中规中矩的。还有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你和你家人不准离开这个园子。是，全凭黄管事安排。驻守正憋屈的笑着回应，心里苦闷。早知道进了王府这么多规矩，我就不进来了。但想起家人，他又宽心下来，至少不用担心徭役和征粮了。黄浩正要继续下马威，就听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小耗子，你这个当管事的气场不错啊。”这小手背的一下子老了20多岁。黄浩一惊，忙堆上笑脸，转头边跑边大声道：“世子，您怎么来这了？这地儿鸡屎多，可别脏了鞋子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已然奔到你身边，点头哈腰。吕方瞪大了眼睛，惊道：“这黄浩好快的身法，难道阿谀奉承能提高个人武功？”你不在意鸡屎，依旧大步前行，走到小贩身前，驻守正忙跪下高叫道：“草民驻守正拜见世子。”起来吧，你环视一周，怎么样？进来王府还习惯吧？谢世子关心。草民习惯，很习惯。没问你，我问的是鸡，问的鸡。驻守正面露尴尬，鸡也很习惯。世子您看他们多活泼。你闻言四处看看，见大部分鸡都围在一起，一动不动，明显被吓着了。这还了得？母鸡心情不好，会影响生产效率的。你直摇头，我怎么看不出他们习惯？明显很不自在嘛。你这工作做的可不咋地。黄浩闻言猛地跳出来，听到了吗？世子说了你做的不好，以后一定按我刚才说的。你一巴掌把黄浩推到一边，起开！驻守正，你听我说。等等，这么喊你显得我很没教养。那个你婊字是什么？草民父亲死得早，族里长辈也没什么学识，没给草民婊字。这样吗？我给你起一个吧。黄浩又来了精神教导，世子赐你婊字还不谢恩，草民谢世子。你一把推开黄浩，起开，怎么哪都有你？你看着驻守正温声道：“你名守正，有个词叫守正创新，婊字就是创新吧？谢世子赐字创新。”你喊了声，感觉自己比刚才有教养多了。你这些鸡原来是养在山坡，贸然到了园子里，他们很不适应，所以你一定不要把他们当成王府的财产，依旧当成自己的，一定要继续散养。原来怎么吃现在就怎么吃，原来怎么喝现在就怎么喝。驻守正闻言嘴角抽了抽，一旁的黄浩嘴角抽得更厉害。世子的每一句话都在打自己的脸，打得他脑子懵懵的。吕方努力忍着笑，静静的当吃瓜群众。你继续道，还有如果有条件，可以给母鸡吃些羽毛粉、蝇蛆、鱼杂发芽的粮食，促进鸡蛋的形成。啥？驻守正下意识摸着头，小的懂了。你微微颔首鼓励道：“好好干，关小不了。”听到关小不了4个字，驻守正砰砰砰磕了3个响头，激动的满脸通红，看着这个吃饼吃撑了的小贩，你很有些歉意，收回嘴边将来让你做个将军的话语，默默转身：“小耗子行辕，我们走。”黄浩2人闻声而动，3人很快走出小院，留下憧憬未来的驻守正继续喂鸡。黄浩抬头看看太阳，小声道：“世子再有1个时辰就天黑了，请您回房沐浴更衣，吃罢晚饭休息吧。”你一脸黑线，你们古代人睡觉也太早了吧？今后张英英嫁过来，再添几个侍妾，这么早便睡觉，必然对我的腰极为不好。不行，为了身体健康，我要恢复前世熬夜的好习惯。那么先从晚回家开始。
始，你开始头脑风暴。成都城有宵禁，不论百姓还是官员，日落前必须回家。那么今天我还有2个小时的外出时间，日落时在卡点回王府沐浴更衣吃晚饭，睡的就会晚些。如果还能读会网络小说就更妙了，而且出去也不能闲逛，一定要想法见到更多的将领，得到更多技能点。如今这个时代，豪门勋贵子弟最集中的地方，应该是青楼这种挥金如土的处所。想到此，你斩钉截铁地道：今日心情好，我们去章台玩玩。此话一出，黄浩眉开眼笑，我们世子又多了一个爱好，可喜可贺。吕方眉头微皱，虽然去那里消费挺好，但世子身份尊贵，能去那种地方吗？他有心制止，但身为侍卫无权出言智慧世子行为，只好将目光投向黄浩，希望黄浩挺身而出，说出逆耳忠言。不想黄浩一脸喜色，如同去章台享乐的人不是世子，而是他自己。黄管事，吕方好奇地问道：我记得你是宦官，缺根零件，你也能去章台快活？我谁说我缺少1根零件了？我只是缺少2丸零件。还有你问这个做甚？我看你比世子还兴奋啊！必须兴奋，世子的爱好就是我的爱好，世子快活就是我快活，我兴奋不很正常吗？吕方闻言，钦佩地看着这个中仆，你听着这话很别扭，什么叫做我快活你就快活？以后我和媳妇步入云巅时，你也跟着爽极。你捏着鼻子道：吕方说的对，你作案工具不完整，去那种地方不合适，也不快活就别去了，让吕方陪我去就行。不，服侍世子就是我今生最大的快活，我一定要去，世子不要撵我走。你闻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你斩钉截铁地说道：不行，你不能去。扑通，世子你让我去吧。黄浩扑通跪下，如丧考妣的嚎啕起来。最终你一个不忍心，还是带上了哭哭啼啼的小耗子，迈出王府大门，向着章台高歌猛进。约莫行了1炷香时间，你便看到一处朱漆小楼，门厅正中有用隶书写的3个大字满香楼。走进去见识见识。老鸨见3个人影进殿，习惯性的起身，定睛一看，只见一个贵公子带着一个书童和一个武夫，立刻断定客人非富即贵，笑着迎了上去。这位公子有些面生，第一次来我们满香楼吗？黄浩一个闪身在前挡住老鸨，你管我们第几次？你一把推开黄浩，笑道：速速将最美的叫过来。老鸨闻言一愣，转而笑道：公子看起来年纪轻轻，想不到还是个老手啊，快这边请，今日正好是我们秋婉姑娘打茶围的日子，公子如此贵气，一定要去参与的。打茶围？你一呆，三国时期就有这种玩法了，那就去瞅瞅吧。老鸨亲自走在前方引路，你信步而行。在你印象中，古代的青楼是个拥有接客大厅的2层环楼，客人一进去就被姑娘们八面包围的窘境。结果你现在见到的是一条蜿蜒的小路，一丛丛翠竹绿草，一处处精致的小院，每个院门口有丫鬟或小厮值守，院内时不时传来声声相交的乐章，你不禁竖起大拇指。满香楼的生意做得真火热，4人穿过几重院落，没见到一个将领，或者说几乎没见到男人。你不禁轻叹，本以为能见到些门阀子弟，其中必然包含现在或将来的将领，谁曾想所有客人都屋内躲着，只能闻其声而不见其人。这一趟算是白来了。看来出府找技能点这个方法不大靠谱，在朝堂和战场上疯狂加点才是正途。公子，老鸨在一处青瓦小院前站定，笑眯眯呼唤心不在焉的你。此处是秋婉姑娘的媚堂小阁，此刻正在打茶围。公子不仅可以观舞赏乐，还可以和其他文士吟诗作赋。若秋婉姑娘有意，还有留宿的机会哦。留宿？你一愣，这里不宵禁的吗？吕方闻言立刻解释道：所谓宵禁，是百姓不能上街道，但在自家院子里可以自由行动。留宿嘛，自然是秋婉姑娘侍寝。你暂时对侍寝没什么兴趣，倒是对打茶围的文士很有些兴致，毕竟在系统的标准里，谋士也算将领的，看来必须进去体验一番了。老鸨闻言笑得更和蔼了，打茶围只需100钱，茶水和笔墨不另外收费的，好吗？还要门票？你苦笑歪头斜了一眼。黄浩立刻会意，取出铜钱交给老鸨，自己这就要抬脚跟进去。老鸨依旧笑眯眯，拦住吕方和黄浩，示1人100钱。黄浩立刻摆出一张祈求的神色，痴痴地看着你。你一阵恶寒道：一起进来就是。黄浩大喜，又取出200钱，欢喜地跟着你走进小院。吕方驻足环视一周，确认安全后也迈步走了进去。院内有3株海棠花，这个时节已经过了花期，故而是一抹绿意，并不多么出彩，倒是墙角花架上摆的10几株菊花怒放，惹人喜爱。正厅门前悬了2盏鲜红的灯笼，一旁站着2个10岁左右的丫鬟，衣着鲜艳。你低语，养得起海棠和菊花？丫鬟穿得如此讲究，看来秋婉姑娘的生意盈利颇丰啊，怪不得南宋诗人李处全写道：方今一顿富，谁信管报平？你向里走去。随着几人深入，屋内的谈笑声与琴声渐渐升高，打茶围似乎已经开始好一会了。你循声而望，见已有10几位客人落座，有10几岁的华服少年，也有大腹便便的中年人，他们坐在各自案前，吟诗作赋，谈笑风生，浅酌美酒。你收回目光，脑中响起系统的声音，听到了2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名，收获了2个技能点，虽然不多，但也聊胜于无，不枉费自己出来一趟。你不愿意太过高调，在边角处坐下，先做个看客。此时秋婉姑娘跪坐在一架古琴前，用纤细的玉手拨弄琴弦，发出优美的曲调。14、15岁的稚嫩脸庞娇嫩欲滴，一头乌发飘逸洒脱，长得还不错。看着那群色眯眯的男人，愤慨道：这些衣冠禽兽啊，怎么能对小姑娘呢？你畅想之际，吕方的眼睛早已经粘在了秋婉身上，那副了薄纱的藕臂，若隐若现的香肩，将吕方的魂都勾去了。只可惜秋婉姑娘眼尖得很，3人一进房就看出你才是主子，扫都没扫吕方一眼。此时的秋婉弹奏完一曲，偏偏身姿游走在客人案前，充当令官的角色，以自身的学识和口才，一边出对子吟妙文，一边斟酒，调节房内的气氛。客人们有人出下联，有人饮酒聆听，相互恭维，虽然也有互相攀比，但气氛融洽，看着颇有修养。动作飘逸温婉的秋婉，你脑中浮现出一句古文，随口吟道：娴静似浇花照水，行动如弱柳扶风。突然间，房内所有人停下了手中动作，闭上了谈笑的嘴，一时间落针可闻，所有眼睛齐刷刷地看向你，一脸黑线。
现，我随口吟句诗就光彩夺目了吗？好句好句，公子大才！一个身着黑色长衫的男子赞叹，其他客人也是满眼钦佩。毕竟成都比不上长安洛阳，真正的文学大家并不多，这般诗句已经算是天花板级别的。秋婉深深地看了一眼坐在角落沉默寡言的胖小伙，款步走来，边斟酒边恭维：公子才学出众，今后可要经常来我的小阁才好。你不冷不热，只是借用了别人的句子，算不得什么。秋婉不置可否，温婉一笑，给了个幽怨的眼神，起身离去。吕方哈喇子都流下来了，嘴里喃喃：这双眼睛勾死人了。黄浩双手攥得紧紧的，暗骂自己父亲，使自己缺少了干大事的能力。其他客人听你说诗句并非他自己所作，眼中少了些崇敬，收回目光。有几人甚至带了些鄙夷，原来是偷别人的句子，居然有脸当众说出来装。对于这些鄙视的眼神，你浑不在意，你本就不是来此争风吃醋的，更没准备得到秋婉青睐以便留下过夜。倒是黄浩满脸怒容，这些人用如此眼神看世子，简直该死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秋婉又出了几个上联，还吟出不少诗文，与众客人大搞风雅。客人们不断赞美他的学识，拼命展现自己的素养，更拿出金银珠宝打赏，期望能被花魁选中。留宿媚堂小阁，你笑看这一切不打算参与，更没打算当榜一大哥，白扔钱财。期间秋婉几次主动邀请，你也没有应对，不说话不撒钱，在别人眼里你这就是露怯了，更加笃定他没什么真才实学，眼中的鄙夷更甚。最终秋婉姑娘也不再过来斟酒，将你彻底冷落。吕方眼看秋婉姑娘不再过来，眉头微皱，呼吸稍有些急促。黄浩则看出了众人心思，双眼燃起一股怒火，奈何他也知道自家世子的脑子，并不敢出口招惹是非，引来更多鄙夷。就在你喝完第3壶酒的时候，官凤平眉，不是说刘禅脑子不灵光吗？怎么做得出如此有意境的语句？张英英眼眸一亮，世子真儒雅，有名士风采。你在心里向李太白表达歉意，眼角偷瞥了一眼官凤，心道就是胸小了些。官凤看着你目光所视，脸瞪得蓝了，狠狠地刮了一眼你，向吴王妃道：臣女家中还有事先行告退了。话罢如风一般走了。你是甘夫人所生，王妃是益州门阀吴家出身，与你没有情感羁绊，不宜多说话，只能尴尬一笑。世子英英这边坐。张英英挺了挺胸膛，微微一笑，款步走过去坐下，一言不发。吴王妃轻声开口化解尴尬：世子尝尝这枚酥饼，很是可口呢。你客气地接过来道：叔母身体可还安康？你口中的叔母是张英英的母亲，张妃的妻子，夏侯渊的侄女。我母亲安好，谢世子关心，安好便好。那个我还有事就先回了，你和王妃慢慢聊。你实在不知道怎么一本正经的和古代大家闺秀聊天，只好借机遁走。也不等王妃和张英英反应过来，起身拍拍屁股溜了。王妃苦笑：感情我们等了你1个多时辰，就为了听你说3句话。张英英也很无奈自己紧张和羞涩，没成想你比她还羞涩，竟然只说3句话便借口跑了。另一边你大步流星而去，再没有刚才的四平八稳，嘴里不住的念叨：上辈子就相过亲尬的要死，这都穿越了，竟然还有这种囧事，基本没见过面突兀坐在一起，让我怎么聊？秋婉姑娘至结束此了，还有小半个时辰就宵禁了，奴家不久留众位贵客了，还望诸位老爷公子日后经常来小阁看望奴家。至于剽窃他人文章的就算了。听到此话，你付之一笑，不就没给你赏钱吗？居然当众羞辱你！率先起身，径直走出小院，忽见一个穿着破败灰衣的少女，抱着一个大木棍，在远处一方水池捶打衣物，穿着虽然褴褛，但那身出尘的气质，深深吸引了你目光，口中不禁念出：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正在小院门口送客人的秋婉闻得此言，职业化的笑容僵在脸上，缓缓转头看着那个微胖的年轻男子，心里惊呼：糟糕，我看走眼了。客人们也如闻惊雷，这一句不会也是借别人的吧？我怎么闻所未闻？成都有谁能做出如此好文？这位公子，您能再说一次刚才的句子吗？有个华服少年开口，你回首一看，笑了笑，摆手拒绝，忽然一愣，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，目光重新回到洗衣少女身上。黄浩早就看不惯秋婉等人的眼神，见世子有出风头的机会，一个闪身上前大声道：我家公子刚才说的是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这次附近所有人都听到了，细细琢磨皆露出异色，好文采。敢问这位公子，这句子是您所作，可还有上下文？黄浩代为回答：自然有，我家公子才华横溢着呢。你一把将他推开，起开，不会说话就别乱说话。这位公子，您刚才这2句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之词，如果还有上下文，我等恳求您讲出，一是让我们聆听妙文，二是也可使公子声名远播。我只是看远处的洗衣姑娘随意说了几个字，大伙谬赞了，非也，公子随意几个字，让我们振聋发聩。公子大才，就不要藏私了。秋婉知道一篇传世名作对于满香园和自己的重要性，更知道如果此文赠给自己，自己必将名声大噪，心里不由得激动起来。他观察你小半晌，见他一直远望洗衣少女，上前一步温声细语道：若公子愿意送出全文，奴家可以做主，将那位洗衣少女送给公子。当真？你露出兴奋之色。那女子是我住处负责洗衣的婢女，我自然有权利处置。只要公子真能在媚堂小阁朗诵出全文，奴家一定履行诺言，将她送到公子府上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众人见你应承下来，安静下来，等你开口。你中气十足的道：刚才我观那洗衣少女，忽然思如泉涌，瞬间得了一篇妙文。你知道秋婉姑娘的打算，但由于这个花魁的人品推差，不愿意让她得了好处，只好恬不知耻的将曹植的文章说成自己看到洗衣少女做出的。反正曹植现在还没写这首《洛神赋》，自己说出来也不怕被人拆穿。秋婉姑娘闻言，脸色阴沉的可怕，恨恨的眼神似乎能杀人。你蔑视的一笑，朗声道：其女子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荣耀秋菊，华茂春松，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，破而察之，灼若浮渠出露波，得益于智力提高。你打开了部分前世的潜意识，故此能轻而易举将《洛神赋》
中形容洛神的语句背诵出来，众人听得如痴如醉。媚堂小阁前鸦雀无声，皎若太阳升朝霞，灼若芙蕖出露波。秋婉痴痴的重复，若是这一句用在自己身上该多好！哀我一时眼拙得罪了贵人，错过了一飞冲天的机缘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一位华服公子崇拜的看着你，嘴里呢喃，云髻峨峨，修眉连娟，单纯外朗，皓齿内鲜，明眸善睐。短短几个字，画面感竟如此强烈，此文一定会名垂文史。快给老夫准备笔墨，老夫要尽快誊录下来。此文如同天上来，敢问公子高姓大名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您的倾慕者。你抬手扶额，我不需要男性的倾慕者，离我远点。秋婉姑娘满心悔恨，心如刀绞，抬头看着如众星捧月的你，心思又活络起来。我若留下这位公子作为幕上之宾，他欢愉后为我再做一篇奇文，又有何难？想到此处，他一扫脸上的阴霾，笑容可掬的上前一躬身：公子，奴家今日清闲，不知您可愿留宿媚堂小阁？话音刚落，所有客人都露出羡慕之色。留宿媚堂小阁啊，这可是所有人的一大梦想。姑娘已经愉快的决定了，你快应下来啊！华服少年比你还要激动，仿佛被邀请留宿的是自己一般。留宿？你露出古怪之色。别说他对这个年纪的小姑娘起不来歪心，就算是个自己中意的美人，如此人品自己也不会留下来。你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走到秋婉姑娘身前，看着满面春风少女，高声道：想占我便宜？你想得美！这4个字如同炸雷，响彻媚堂小院内外，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看着你。这位公子，莫要年少不知秋婉好，错把佳期作为宝。一个老者善意提醒你，哈哈一笑，既然老人家如此抬举秋婉姑娘，我就把她让给你了，如何？老者喜形于色，小老儿多谢公子。秋婉姑娘可听清楚了，留宿这事我已让给这位老人家了，你一定好好生侍候。此外，感谢姑娘赠送婢女，本公子日后再答谢。话罢，你对吕方道，带着那位洗衣少女回府。话罢，潇洒的一甩衣袖，径直走了，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吃瓜群众。老者涨红了脸，激动地走向秋婉。秋婉姑娘，小老儿年纪虽大，但身体倍棒，我们快去歇息吧。秋婉的脸色早已铁青，见这个猥琐老头朝自己走来，立刻转身，砰地关上院门，尖叫道：本姑娘今日疲劳至极，不接待任何人。老者碰了一鼻子灰，大失面子，气得胡子都翘起来，指着院门破口大骂：不知好歹的女子！满香楼顿时热闹起来。另一边，你试了拂衣去，带着惊慌失措、一脸迷茫的少女，踏着轻快的步伐往王府走去。你见少女脸色异常，开口安慰道：郑小姐，你不必惊慌，我没恶意，带你回去是你之福，日后你在成都定当大放异彩。你怎么知道我姓郑？少女惊问。我不仅知道你姓郑，还知道你名为郑立昭，是前1周从事正度之女。你父因向刘璋献坚壁清野之计，被刘璋拒绝并罢黜流放，你也因此沦落章台。我不愿看宝珠蒙尘，这才设法将你带出火坑。原来你一见到郑立昭，脑中就响起系统的声音，发现隐藏将领郑立昭，正度之女，武力50，智力100，收服隐藏将领可提高宿主5点智力。对于隐藏将领这种玩意，你也是一脸懵。系统也不给具体的解释，但是既然是将领，必然有助于自己的称帝大业。更重要的，这还是个女将军，哪能让她沦落在青楼这种地方受欺凌？碰巧秋婉愿意用她交换洛神赋，你顺势答应下来，准备领回家后好生培养，日后重用。郑立昭闻言想起父母，忆起这几年的辛酸，双眼瞬间红了，扑通跪地，不住的给你磕头。起来吧，先回府。汉中王府，刘备已经吃罢晚饭，斜躺在寝宫榻上，吴王妃跪坐在一旁，给他轻捶肩膀。这时，一个红服宦官轻手轻脚走了进来，行礼后走到刘备身侧，吴王妃立刻起身，走开几步以示回避。这时，红衣宦官才俯下身，贴近刘备的垂肩大耳朵，低声汇报。刘备起初还气定神闲，听到最后，眉头紧紧皱了起来。世子去了满香楼，还做了文章，还带回来个妙龄女奴。正是，世子在满香楼当场诵读，文章精美，震惊全场。短短1炷香时间，世子的文章已经传出小半个成都，无儿就此名声大振。没有，世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及自己身份，现场也没人认出世子。刘备眉头拧在一起，下去吧。吴王妃见他神色，感觉发生了不好的事，可他深知刘备的规矩，不敢问询，只是静静的等红衣宦官汇报完离去，又走回去继续服侍。香炉烟雾袅袅，窗外秋风徐徐，刘备闭目享受着2个御手的击打，半晌没有说话，室内一时间安静下来。夫人，刘备突然开口。吴王妃心神一慌，大王有何吩咐？称呼夫君。诺。夫君有何思绪？听说你今日见了茵茵，还将你召了过去。是呢，2个孩子自小认识，现在定下婚事，妾特意让他们多见一见，培养下感情。刘备语气平淡，你觉得你今日表现怎样？世子刚刚病愈，精神尚可，就是胃口不大好，还有很是害羞。以往来我宫中都要吃几盒酥饼才肯罢休，今日茵茵在座，他竟一口未吃便走了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世子出口成章，学问大有提高，今日竟说出秀色掩金骨，荷花羞玉颜，顾盼移光彩，长啸气若兰这样的优雅语句，是吗？刘备语气如常，神色有些异常。你病愈后变化很大，是感觉长大了。上个月还当着我们面撒尿呢，今天见了未来媳妇，都知道害羞了。据说他还把所有蟋蟀丢了，专心读书呢。刘备闻言，回想你在军艺上的表现，结合秦宓和吴王妃的话，加上今日在满香楼的文章，心里疑窦重重。夫人可听说过山精野怪夺舍人身的事情？吴王妃乌眉一挑，心里奇怪，夫君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？幼年时听过些鬼怪吃人、借尸还魂的故事，妾身倒是没见过。刘备沉吟半晌，闭上眼道：明日你陪我去趟城南青阳观。吴王妃点头应承下来。
见刘备眉宇间依旧凝结，抽走其肩膀上的玉手，移至其额头，轻轻抚触，数一罪。掌柜的拿着伙计誊抄来的文章，一遍又一遍的阅读。良久，他走到案前，铺展珍贵的宣纸，自行研磨，用狼毫笔蘸了墨汁，写道：玄德雄主，青筋霸义并汉中，大器已成，其子为冠，文古经世，气度不凡，父子二人实乃主公之大患。陈诚惶诚恐，你一旦激起千层浪，不知他身份的纷纷猜测成都哪家门阀出了个文学大家，知道他身份的人则惊得辗转反侧，而他自己正坐在寝宫，看着跪在他身前的郑丽昭。民女不知世子身份，失了礼数，世子赎罪，不知者不怪。小耗子已经给你安排了住处，你过去吧。郑丽昭闻言未动，世人常说知恩图报，世子将我救出火坑，民女自当报答。今日起，民女便服侍您左右，为您暖床。事起。话罢，他起身走近，羞红了脸，伸手要为你宽衣。你看着这张稚嫩的脸，一个机灵，后退2步，不必了，我有小耗子侍候便好，你退下吧。郑丽昭闻言，眼圈瞬间红了，跪了下去。世子，民女虽然在满香楼生活2个年头，但誓死不从劳保，依旧是冰清玉洁的身子，也因此才沦为食不果腹的宦女。请世子相信民女，不要嫌弃。民女自知身份低微，不敢奢望其他，只愿做个婢女服侍左右，报答大恩。你看着眼前的13、14岁的少女，因长期吃不饱，身材还跟个女童一般。她呼出一口气，我相信你，但依旧不需要你侍寝。你身体瘦弱，还是养好身体为要。郑丽昭低头看了看自己，道：世子放心，民女虽瘦弱，但能扛得住您的动作。这都哪跟哪啊？你脑门黑线，你会错意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郑丽昭一愣，突然像顿悟了般露出一副我懂你的表情，开口道：世子难道身体不行？无妨无妨，都是小事。民女知道一些偏方，专治不能行人事之症。你闻言更加无奈，心道：这女娃在满香楼没有白待呀，还知道这种偏方，想必也见多识广了。等过几年她长大些，我倒是可以和她。看着你无奈且向往的表情，郑丽昭更加确信自己的想法，不再纠缠，磕了个头，起身离去。你看着他瘦小的背影，暗骂自己畜生，走到书架前，拿起春秋翻看，洗涤自己肮脏的心灵。不多会儿，夕阳西下，屋里渐渐暗了下来。黄浩进来点上油灯，你不满？小耗子，这油灯的光火也就黄豆大小，不顶用的，你速度点7、8根蜡烛。黄浩一呆，世子，蜡烛是何物？你一拍脑门，我的天哪，三国时代居然还没有蜡烛，那我还怎么秉烛夜读？这不是拿走我此生一大乐趣吗？视书如命的他不能接受这个，高声道：既然蜡烛还没被发明出来，小耗子，你想法子让屋里更亮一些？黄浩自信地问道。小的明白了，小的这就给世子准备些火把。我的天啊，我跟这个时代的人没法沟通了，还火把？这屋里又没有消防设施，还是木质建筑，你拿进来火把进屋，是要照明还是要纵火？算了，小命重要，我还是睡觉吧。好嘞，小的给世子宽衣。黄浩手脚麻利地上前，心里则异常高兴。原来今天下午你将郑丽昭带回来后，他就害怕世子沉迷女色，自己再不是世子身边的第一红人。刚才见世子赶走那个狐狸精，这才放下心来。此刻的宽衣的动作麻利而又欢快。日落月升，天色渐渐暗下来。穿越的第一夜，你睡得很踏实。在睁眼时，天光已经大亮。小耗子，现在几点了？黄浩早已睡醒，守在一旁。世子，您醒了？您刚才问小的什么？现在几点哦？现在什么时辰？回世子的话，这会儿是卯时1刻。阿都坐起身舒展一下筋骨，居然才5点多，果然是睡得早起的也早呀。黄浩殷勤地服侍他穿好衣服，端来铜制脸盆，你净手洗脸，拍着自己胖嘟嘟的脸，抬头透过窗户看了看东方天空的鱼肚白，无奈一笑，既然自己这么胖，起得这么早，那就跑跑步吧，全当减肥了。3分钟后，你气喘呼呼，大汗淋漓，双腿酸软，气得破口大骂：系统，这是什么破身体？你给老子滚出来，老子保证不打死你。另一边，刘备和吴王妃早已吃罢早饭，坐上了去往城南的车驾。大王，怎么去这么早？称呼我夫君。诺，夫君。今日没有公务，太阳升高些再去也不迟啊。刘备摇头，脸色有些凝重。不行，明日大朝会了，我要提前确认些事情。汉中王府，放弃晨跑的你大口吃着早饭，才跑了约莫3分钟，竟然如此饥饿，前身怪不得这么胖。世子，小的给您添饭。黄浩看到你手里的碗又空了，给他添上第3碗米饭，再吃下去，我以后走路都成问题。你张开手，准备拒绝米饭，但是鬼使神差的接过了米饭。我再吃最后1碗吧。半个时辰后，你心满意足的拍拍肚子，看着黄浩又端来1碗饭，他拿出唐僧拒绝人参果的坚定意志，摆手拒绝，拿走拿走，坚决不能吃了，这都10碗了，拿走拿走。哎呦，这米饭真香！1刻钟后不能吃了，我要去驻创新养鸡的园子看看，顺路消消食。小耗子，你要是敢继续添饭，我立刻把你赶出王府。这句话生了奇效，黄浩险些将饭桶扔掉，惨笑着扶起你出门去了。此时驻守正在给鸡喂食，不断的抓起草籽碎粮和烂菜叶抛洒，200多只鸡将他围住，咯咯咯的叫个不停。不一会，篮子里的鸡饲料就抛出去1大半。突然他停住动作，扔了篮子，大跨步奔至园子大门处。草民给世子磕头了，你摆手让他起身，眼睛却盯着争抢食物的鸡群。这些鸡比昨天欢快多了，一见有吃的，他们立刻欢快了，一心吃食，停都停不下来。驻守正起身回复，你听了心里堵得要命，感觉这人说的不是鸡，而是刚才干饭的自己。大好的
的心情瞬间消失一半。祝守正却没看出你的心绪，再次跪下说道：“请求世子容许草民回老家一趟。你家人不是都搬到王府居住了，家伙食也都搬来了，一大早回老家做甚？”草民回去找鸽子。鸽子，你来了兴趣？是的，草民曾养了10几只鸽子，昨日也搬到了王府，可是昨日黄昏他们都飞走了。联想到以往他们每日按点回窝的习惯，草民猜测他们是回草民老家了。你脸上浮现一抹惊喜，这可真是个意外之喜。要知道，在三国时代，通信极为不便，尤其是在蜀地，道路难行，消息传达费时费力。若是能培育出一批信鸽用于战争，那可真是跨时代的进步。到那时，一队拿着信鸽的斥候就能左右战争成败，遍地的信鸽必然能改变历史的前进方向。他朗声道：“你猜得不错，鸽子定是回去了。你速速回老家去寻来，剪去翅膀上的长羽，养在王府，争取繁殖几百只、几千只鸽子。”黄浩闻言立刻道：“速去，寻回来给世子把玩。”你一巴掌拍在黄浩脑门，起开！鸽子对我有大用，不是用来玩的。驻守正见你如此重视，不敢大意，将喂鸡的任务交给弟弟们，随即启程而去。你心情大好，闲逛一圈觉得无聊，最终来到书房翻看古籍，阅读没有一世没有被后人篡改的古籍，真是一大幸事。我得想办法将黄帝外经、月经、诗经统统弄来，弥补前生遗憾。他正读在兴头上时，黄浩突然跑来：“世子，别看书了，快看热闹去。”“不去，我没那么八卦。”“世子怎么知道是八卦？”“大王去青阳观请来几位道长，正在大殿外做法呢。”“道长？”“对啊，他们穿着八卦道服，拿着桃木剑和铜铃，在汉兴殿前跳大神呢。”黄浩显得很兴奋：“那有什么可看的？这还不好看啊！寻常谁能见到这种稀罕事情？”你看着黄浩急不可耐的表情，微微摇头。古代娱乐项目太少，有个道士做法、神棍驱魔之类的稀罕景，必然会引起围观。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儿，你没见过道士做法吗？没见过。你好奇地问道。刘大耳啊，不对，我父王第一次请道士来王府做法吗？小的只知道，自从王爷进驻成都，这是第一次。这次是因为何事？不知。黄浩一边回答一边往外瞅。世子，咱们去看了就知道了。你心道，好端端的做什么法事？你放下有些不舍的原汁原味的道德经，站起身来，走去看看。汉兴殿外，几个道士在神案前挥舞桃木剑，大跳封建迷信舞蹈，时而口诵咒语，摇摇铜铃，时而大喝一声，挥袍撒米。府中的宦官婢女们在各处角落藏头露尾的偷看，个个一脸新奇。刘备则站在高高的台阶上，一脸肃穆。黄浩用尽全力拖着你全速奔跑，奈何你体力太差，不到3分钟已然罢工。世子您累了，小的甚是担忧，要不我找个车推着您去？你假装愠怒，你是怕道士做完法事看不成热闹了吧？黄浩一缩脖子，哪有，我真的是担心世子累着，你别拖着我跑，我自然不会累。话罢，你将胳膊压在黄浩肩膀上缓慢前行，心里却暗暗打定主意，明日大朝会上得到新的技能点，一定加在武力上，又能减肥又能强壮。主仆二人，一个不徐不缓，一个心急火燎，终于赶在法事做完的那一刻赶到了汉兴殿。看着刘备走下台阶同道长们说客套话，黄浩脸都绿了。早知这么快就结束了，就让世子在书房看书，我自己过来看完再回去伺候也不耽搁事啊。远处刘备亲切慰问道长，忽然看到你在不远处站着，不由得一愣，眼睛眯了眯，招手道：“过来见过几位道长。”你闻言，由黄浩扶着走了过去，随便施了个见面礼。葛仙师这位是姑的长子阿斗，这是青阳观的葛仙师，名为葛仙师的道人，白须白发，一身道袍飘逸，很符合修仙人的气质。你一手摆拂尘，一手摆出屈食指。贫道葛玄见过世子。葛玄，你失声惊呼，那不是道教灵宝派祖师，后世神话故事中任职天庭4大天师之一的葛天师，放肆怎敢称呼仙师名讳？无妨一个代号而已。你收回思绪，脱口问道：“我记得仙师原是在荆州格造山修道，怎么来成都了？你也想到成都街头走一走？”葛玄笑道：“竟然知道我曾在格造山修行，世子真是强势博闻，出家人云游四海，不会久居一地。1年前贫道观西蜀有天子气象，故来此一游，目前在青阳观精修。”原来如此。刘备听二人对话，心里掀起惊涛骇浪，你怎么可能知道葛仙师的修行地？难道他真是精怪，附在吾儿身上？你听出葛玄话里有话，问道：“仙师说西蜀有天子气象，意思是当今圣上会来西蜀居住。”转而对刘备道：“大王，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请寻一处精舍容你我相谈。”正该如此。阿斗你也来吧。一炷香功夫后，三人来到一处偏殿，刘备让你在外等待自己同葛玄进入。仙师，一场法事下来，您觉得我府中气象如何？可有妖物作祟？大王府上紫气生王者之气缭绕，一片祥瑞，您不必忧虑。刘备闻言放下心来，呼出一口气，对洪福宦官道：“唤阿斗进来。”你信步入内，再次见礼。葛玄海里双眼如炬凝神观看你半晌，道：“贫道观世子气宇非凡，脑后隐隐有九鼎之光华，将来定成大器。然今日他印堂发黑，似乎有灾祸在身，若不尽快驱除，必失天命。”刘备先是听你脑后有九鼎，心中大喜，要知道九鼎可是象征帝王的。后来一听印堂发黑，将会失去天命。你余光看到了刘备的动作，想起昨日自己出格的行为，隐隐有些担心。想了想，故作沉稳的道：“敢问仙师何为九鼎？何为天命？”葛玄又是轻笑道：“此乃天机，不可泄露。”你立目扬怒，仙师先说西蜀有天子气象，又说我脑后有九鼎光华，到底是何意？世人皆知天子居于中原，天子气象必定在中原，而九鼎代表皇权，又为何在我脑后？仙师博古通今，必知袁公路为何而死，如今何故胡言乱语，来此坑害我父子性命？刘备疑惑地看向自己儿子，何时如此伶牙俐齿？何时如此锋芒毕露？又为何如此针对葛仙师？如今曹贼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大汉天子寄人篱下，性命岌岌可危，皇位早晚被人窃取。自己身为皇叔，兵强马壮，良将如云，谋士环绕坐拥益州、荆州之地，已然有了一步登天之势。西蜀因自己升腾天子气象，似乎天经地义。若自己大事能成，你可不就是身为九鼎象征？葛仙师果然是活神仙，啥都让他看出来了。可是现在你如此质问葛仙师，莫非他真
真是山精野怪夺舍人参过来害我父子的吗？葛玄见你年轻气盛，一身锋芒冲向自己，刘备则忧心忡忡，当即舍了你，转向刘备一拱手，朗声道：大王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当世自黄巾之乱后，天下已然四分五裂，皇权可谓荡然无存。汉室命数虽久远，也不是未曾断绝，但终会转危为安，延续国祚。想秦发源，西方五行属水，当年高祖揭竿而起，灭秦氏，为土德灭了水德，至平地时汉帝被迫禅位给莽氏，为土德生金德。光武帝灭辛乃火克金，故为火德传承至今。当下地心晦暗，将来必然涌现新帝，或是火德生土德，或是水德克火德。刘备听到此处，眼光一熠。葛玄见之，接着道：大王占据益州，是西方之地，五行属水，大王名讳被字也是五行属水，如今又如同高祖以汉称王。刘备听得口干舌燥，想到你印堂发黑和昨日的异常，呼吸都急促起来，无耳之节应如何度之？葛玄见刘备如此上道，心里无比舒畅，做出一副得道高僧的气度。世子暂时无生命之忧，大王不必焦急，待我准备1个时辰后，与弟子们一起做法，为世子家地兴当头之福，可保天命长存。刘备虔诚地问：先师可需要什么祭祀物品？孤一定尽数奉上，不多，取黄金1000两，白银5000两，蜀锦2000匹，由贫道祭献天地即可。刘备听到可以花钱就能办成事，大声道：来人，打开府库，取黄金1000两，白银5000两，蜀锦2000匹给道长祭祀，另取黄金100两，酬劳先师。葛玄面上云淡风轻，似乎那些钱与自己毫无关系。屋内只剩下刘备和你。父王，这道士就是来骗钱的，你怎么还信他？允他这么多金银绸缎。刘备右手紧紧抓着佩剑手柄，嘴角浮现一丝冷笑，死死盯着你。到了此时，你依旧不怕吗？等会先师做法，你必然难逃一死，何不就此离去？你说啥？刘备有了先师坐镇，底气十足，你不必如此装傻充愣。你的事孤已经尽知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修行不易，快走吧，免得身死道消。另一边，葛玄与其他几个道士碰头，师傅怎么样？汉中王信不信你？汉中王人心不足，早就奢望皇位，刚刚为师为其推演周易，他的问鼎之心已然昭然若揭，再加上我说世子有劫难，可能危及天命，那大耳朵自然大吉。他一要保世子平安，二要保帝业顺利，已经对我深信不疑。不多会儿就送来金银锦缎，能给1万钱吗？没见过世面的东西，你以为汉中王能和寻常富户一般？为师要了他取黄金1000两，白银5000两，蜀锦2000匹。几个道士闻言张口结舌，哼哼唧唧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一个机灵的小道士猛地跪下：师傅，徒儿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，对您的佩服如大海之水，无边无垠。葛玄笑纳了徒弟的马屁，警告道：那世子博闻强记，竟然知道葛玄的修行道场，等会儿等说话时一定要注意，莫要让他看出猫腻，坏了我们大事。又一个道人回过神来，我听说汉中王世子蠢胖，身居王府，怎么可能知道葛道长的事情？他在荆州居住过几年，可能听说过吧。不过今日他没有认出我来，至少说明他不认识葛玄。我们只要将今天蒙混过去，明日就可以拿到钱财遁走。师傅，徒儿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，你就不能换个词？师傅，您一定是天上的骗神下凡，我怎么觉得这不是夸我呢？偏殿内见他依旧不承认，刘备不由得笑了。山精野怪的智商果然不高，死到临头都看不出来。孤听闻你昨日带进府里200余只鸡，今早还命人去抓鸽子。孤这么问你好了，你是个山凤成精，还是野鸡画怪？你闻言苦笑道：父王，你被骗了，自己也想歪了。那倒是先是说西蜀有天子气象，后说我有九鼎之华，刚才又按错误的五行推演，明里暗里说父王有成帝机会，都是骗钱的铺垫。刘备冷眼，仿佛在说你继续狡辩。父王，儿臣给您分析一下。其一，刘焉来蜀地前，就有人说西蜀有天子气，现在他自己身死，儿子也战死了好几个，就一个刘璋继承衣钵，还没有守住基业，何来天子气？这不过是一句谁都能说的鬼话。其二，那个葛玄说儿臣有天命，但印堂发黑会失天命，然后让您给金银祭祀，这不是明显的骗术吗？再者，父王说我是精怪，葛玄可说过府中有妖物，可有说过我是精怪？刘备沉思片刻，面色稍有缓和，见此以乘胜追击。其三，葛玄说秦发源西方是水德，高祖灭秦是土德克水德，那我皇室历代都说高祖斩蛇是赤弟子斩白弟子，代表天命，这赤弟子明明是火德，怎么就成了土德？相较对比，是高祖斩蛇出现了错误，还是葛玄胡说八道？刘备脱口而出，高祖斩蛇代天起义，怎会有假？其四，那个老道若真觉得我们父子能取得天下，自然不会要我们的金银，而是让我们保证事成后兴建道观，弘扬道法才对。刘备脸色大为改善，但眼中依旧充斥着疑惑，抓住剑柄的手也没有松开。你轻叹一口气道：父王若还是不信，您稍后见到葛玄，可以试他一试。怎么试？听刘备如此说，你知道刘备基本相信了自己刚才的说辞，但也只是怀疑葛玄，同时他也怀疑自己。他用镇定的语气说道：试法分两种情况，第一种，这个葛玄沽名钓誉，就是个招摇撞骗之徒；第二种，这个葛玄是别人冒充的，十足的假货。然后呢，你将自己的计策有条不紊地说给刘备。刘备点了点头，但依旧没有松开剑柄，容我试他一试。他手扶剑柄，缓缓起身，派人对门外喊道：葛先师是否准备妥当？不长时间，葛玄回到偏殿，依旧是那副仙风道骨，捋了捋白胡子道：大王唤贫道过来何事？孤听闻仙师从左仙师处学的仙丹炼制之法，可助凡人长生。葛玄心道：好嘛，又来大生意了。吾师确实传过贫道仙丹之术，贫道也曾钻研。刘备问道：仙师可曾炼制成功？葛玄向东方遥遥参拜，来蜀地之前，在吾师的指点下炼过一炉成丹9枚，功效如何？吾师吃了1枚，自此不虚食五谷，百病不侵。山间几位采药老者服下，立刻无法再生，健步如飞。此丹可还有？丹药都送给吾师，贫道身上并未携带，仙师可还能炼出？当然。葛玄佯装道：但炼丹需要无尽的天材地宝，贫道怕
大王。刘备打断他，露出一副着急的表情。天才地宝可有价，可有处寻。天才地宝难寻，但不是寻不到；天才地宝无价，但不是买不到。贫道估计5000两黄金能凑齐一副药方所在之宝。你看着侃侃而谈的葛玄，心里几乎断定这就是个假货。真正的葛天师怎么可能张口闭口就是钱？刘备脸色微动，用手敲击桌案。洪福宦官巧声走进附耳过去，刘备耳语几句，那宦官随即离去，面部表情全程没有一丝变化。随后婢女端来茶水置于案上。仙师，这是孤从东吴带来的上好茶叶，名为国山传。您曾于格造山修行多年，必定饮过。如今来到蜀地，再品一下故地之茶吧。谢大王。葛玄端茶杯，气质飘逸，举止优雅，一看就是个训练有素的骗子。果然是上好的国山传。这茶出自乌城县西的温山，气候湿润，茶也温润适喉，清香淡雅。刘备点头道：仙师游历天下，果然见多识广，惭愧惭愧。葛玄作揖，静心饮茶。你见他久不言语，不禁赞叹，老骗子果然经验丰富，怕自己言多有失，竟然不主动说话了。你想了想问：父王，儿臣听闻格造山景色优美，其中太极玉女凌云3座山峰高耸入云，能通往天界。您四处征战，可曾去过？讲与儿臣听听。刘备放下手中茶杯，孤未曾去过格造山。葛玄闻言，微不可察地呼了一口气，继续饮茶。不过，刘备又道：孤3年前曾途经豫章郡东南，远观过此山，确实见到了几座入云的高峰，就是不知道是也不是。说完，刘备转头问葛玄：仙师，不知孤看到的是不是太极玉女凌云等峰？葛玄微笑道：仅凭几句话描述，贫道无法确定。你心想，真是个老狐狸。仙师，高峰入云真的通往天界吗？那都是世人讹传。太极几峰虽高，但无法通往天界。此时门外有人影晃动，传来极为轻微的渐远的脚步声。你回应，想来也是。若真能通往天界，仙师和您尊师早就登天而上，与天同寿了。葛玄摇头，世子说错了，即便能登天而上，也不能与天同寿，要食用仙丹才能长生不老。听闻你心里想，这个老狐狸最终还是把话题引回到了仙丹话题上。我曾听闻尊师授予仙师一本太清丹经，不知是不是记载如何炼丹的经书，可否借我观摩几日？此乃天机，不可泄露。原来如此，请仙师恕我唐突之罪。不敢不敢，但贫道可用此经书之神文，为大王炼制仙丹。你眼白一番，好家伙，这老狐狸又把话题扯回去了。刘备问道：不知几年能成？长则3年5载，短则3月，何故？只要天才地宝齐备，3月成丹。你心里冷笑道：这不就是催促刘大耳朵尽快付款吗？刘备笑道：若成丹如此快捷，不愿意多拿出3成黄金助力。葛玄捋着胡须，不必，5000两足够了。你不由得佩服起来，这老狐狸还知道以退为进，见好就收。刘备满意地点点头，不再言语，端杯饮茶。葛玄也不开口。偏殿内安静下来，半晌后，你见葛玄喝了2杯茶后不再端杯，道：这蒙山茶芬芳，喝过后口齿留香，仙师可多饮用。葛玄闻言笑道：世子说笑了，这茶不是国山喘吗？你摇头，是仙师记错了，蒙山茶细长墨绿，国山喘宽叶嫩绿。您看这茶中之叶片，分明是蒙山茶吗？再说了，国山喘是贡茶，产量有限，大部分进贡给天子，少部分留在吴侯处，我父王怎么会有呢？刘备立刻补枪：你看我一时口误，竟然将蒙山茶说成国山喘了。哎，是上了年纪了。葛玄云淡风轻的面庞顿时一僵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贫道真是年纪大了，记性远不如从前，连国山喘和蒙山茶都分不清了。你轻笑道：仙师的记性确实不怎么好，这茶其实就是国山喘。此外，格造山群峰大多100丈高，离云端还有不少距离呢。葛玄心理素质极佳，从容地回道：世子真会开玩笑。还有那格造山，地处荆州楚国故土，常年湿润，山间终日云雾缭绕，就算只有30多丈高，也算是入云之峰。你佩服道：仙师高见。葛玄笑笑，正襟危坐。大王和世子几番试探，想必不相信贫道。所谓心诚则灵，情真则明。大王和世子既然对我颇多顾虑，即便做了法事，吃了仙丹，也无法奏效。今日之事到此为止，告辞。话罢起身欲行。刘备连忙起身：仙师何必如此呢？犬子年幼，话语没有分寸，还望仙师息怒。世子年幼不假，话语没分寸可以见谅。大王年过半百，不也在旁帮腔吗？刘备笑道：我记性确实不佳，确实不佳啊，仙师见谅。边说边扶葛玄落座。葛玄借势坐下，闭口不言。刘备亲自为其斟茶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哭喊声：求大王饶命啊！我们都是被那老道士给逼的，不是故意来骗钱的。大王啊，我们还没见到钱，不能杀我们啊！我家里还有80岁的幼子，3、5岁的老母。